那麼故做情義，那麼自我不勝，對我正邪卻難平。那麼有權決定天地自能做證，會有什麼未了？人出手，將世界左右，縱使一開口，與你話戰鬥，但是天父背後，誰都知這叫做服務。曾一些天，真好很憤怒，成步偷偷猜疑，相互那抗議，時光變動越快變，變得似瘋癲。一個人怎可以一手成天？要有這樣氣候，只有這樣妖獸，傳說正義太長久。正義總是太舊，天地未能沒有，有什麼借口？沈巍1984年出生于香港，10岁时与妈妈和姐姐从香港搬往美国旧金山。原因是沈巍的姐姐沈咪咪被黑帮人士引诱吸食了毒品，染上毒瘾以后还被逼迫卖淫，所以沈巍的妈妈决定给孩子们换个生活环境。但去到美国后，沈咪咪还是没能摆脱毒品的魔爪，在受尽痛苦后染上艾滋死在了病床上。也许是姐姐的不幸，让沈巍产生了对黑帮的憎恨，所以才走上了警察的道路。2007年，沈巍以全班第1的成绩从警校毕业，进入旧金山警局。他的智商和身体素质都十分出色，对于亚洲帮派团伙的结构与文化也很熟悉。从这些来看，他是个当卧底的好材料。2012年，28岁的沈巍带着卧底任务从美国回到香港，目标是深入这里的黑暗势力三合会。这次卧底行动的总负责人是佩德鲁警官，佩德鲁指派了雷蒙德警官跟沈巍对接工作进度。最开始就只有这2位知道沈巍的卧底身份。沈巍要渗入的是香港三合会的新安义组织，正好沈巍的儿时玩伴马杰就是新安义最底层的小混混。在马杰的引荐下，沈巍见到了新安义里的其中一个红棍温斯顿。温斯顿和他的手下们有着一副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样子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沈巍可以轻易取得这帮人的信任，因为这帮人很清楚，警察总是喜欢往他们的大家庭里塞人进来。在沈巍之前就有一个卧底警察被他们认了出来，惨遭活埋的下场。尽管沈巍在收保护费和抢生意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1打10的实力，但仅凭这个是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大家庭的。甚至有一次沈巍差点玩完，他利用在帮派里获取的情报，暗中配合警方抓了个新安义的人。沈巍一来，帮派里就有人被抓，大哥温斯顿立刻怀疑起了沈巍，差点把他当场给毙了。还好沈巍反应够快，把脏水往另一个人身上泼，才保住了一命。沈巍意识到这帮人对忠诚问题真的很敏感，在彻底取得信任之前，他不能再轻举妄动了。沈巍开始努力寻找获得帮派信任的机会。这时候，帮派老大温斯顿最大的敌人是狗眼绫。狗眼绫跟温斯顿一样，都是新安义的红棍，但狗眼绫一直在骚扰并抢占温斯顿的生意，双方矛盾不断升级。那天，狗眼绫派人袭击了温斯顿的餐厅，这彻底激怒了温斯顿。温斯顿召集人手，决定烧了狗眼的制毒工厂。不用说，沈巍参与了这次注定以血腥收场的行动。这次行动简直就是一场屠杀，沈巍杀了许多人，而浑身的鲜血也终于让他被帮派里的人所认可。另外，沈巍在行动中非常聪明地让工厂里的制毒负责人活了下来，这最大程度减小了新安义毒品生意上的损失，属于是给了新安义龙头老大一个面子。这种有勇有谋的做法确实引起了新安义龙头波叔的注意，波叔亲自召见了沈巍，对他表示了赞赏，这是沈巍卧底任务的重大突破。而另一边，雷蒙德警官紧急约见了沈巍。身为警察的沈巍参与了帮派的屠杀事件，这个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雷蒙德想终止沈巍的卧底行动，但是沈巍不愿意，理由是自己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，不容后退。这确实是事实，雷蒙德只好妥协。但是谁敢说沈巍在狗眼绫的制毒工厂里大杀特杀的时候，没有掺杂一点复仇心理呢？其实从最开始，雷蒙德就不看好沈巍的卧底行动。
沈巍姐姐的遭遇难免让沈巍在任务中带入私人情绪，而且沈巍以往的履历中就有过多次滥用暴力的前科。雷蒙德不怕沈巍融入不了新安逸，他就怕他真的成为新安逸的人。在让沈巍保持清醒这个事情上，有一个人发挥着作用，他就是邓警官。佩德鲁曾经破例把沈巍的卧底身份告诉了邓警官，从那以后，邓警官经常给沈巍一些不会暴露自己警察身份的案件去完成，这让沈巍仍然时刻记得自己是个警察。这个时候的温斯顿也已经把沈巍当成自己人了。温斯顿对沈巍说，如果自己出事了，一定要帮他照顾好家人，这是对沈巍莫大的信任。这帮人一旦信任了你，就会把你当作真正的家人。这时候，温斯顿正准备举办自己的婚礼。那天，沈巍护送新娘佩吉去进行婚礼前的采购。路上，佩吉和沈巍聊了很多。佩吉说要给沈巍找个对象，毕竟家人就该互相照顾。佩吉对沈巍说，你需要一个能够柔情以待的人。如果你一直都这么冷酷，总有一天你会不知道如何变得温柔，那时候你会容身何处呢？这些话说进了沈巍的心坎里。沈巍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长大，他内心其实很渴望家的温暖。看着婚礼上温斯顿和佩吉幸福的模样，沈巍也开始相信，或许有一天自己也能找到一个家。编剧总是喜欢在最温情的时候下刀子，这款游戏的编剧也不例外。温斯顿的婚礼在袭击者的不请自来下，演变成了一场血腥惨剧。沈巍冒着枪林弹雨杀进去的时候，温斯顿和佩吉已经倒在了血泊里。如果这是温斯顿应得的下场，那么无辜的佩吉又算什么呢？看着把自己当作家人的人死去，沈巍实在无法做到无动于衷。这个事件过后，雷蒙德再次想把沈巍拉出来，但沈巍不肯，他嘴上说的是为了任务，但是他的愤怒已经表明，他非得把袭击婚礼的凶手找出来不可。就恨为了六天薪酬，这场卧底游戏已经把他攥得太紧。不久后，沈巍抓到的那个安排婚礼袭击的人，并把他带到了温斯顿的母亲面前，再多的哀求也无法抵消这个人的罪孽。他的结局已经写定。大嘴里是新安逸的高级红棍，十分有势力。他指使狗眼灵在帮派里各种挑事情，为的是让帮派陷入混乱。只有这样，他才有机会取代波叔成为新安逸的龙头。婚礼袭击事件就是大嘴里指使狗眼灵去做的。波叔在婚礼上受了重伤，新安逸现在需要一个新的领导者。事情逐渐朝着大嘴里期望的方向发展。大嘴里靠做色情生意起家，他用毒品去迫害年轻女性，等他们上瘾以后，就逼迫他们从事色情行业。这也正是曾经发生在沈巍姐姐身上的惨剧。沈巍明白，如果让大嘴里如愿当上龙头，只会有更多沈咪咪和佩吉这样的无辜受害者，必须阻止他。沈巍接替温斯顿的位置，成了新的红棍，但他的势力明显不足以对抗大嘴里，他需要跟一个更强的人联手。就在这时，蒋女士找上了他。蒋女士也是新安逸的高级红棍，并且跟大嘴里是死对头。沈巍跟蒋女士达成了同一阵营。不久后，病床上的波叔死了，新安逸龙头的争夺也将进入白热化。而就在这时，黑德路这位沈巍卧底行动的总负责人约见了沈巍。他对沈巍说，既然新安逸龙头波叔死了，那么这次卧底任务就可以圆满结束了。沈巍一听就急了，最艰难的战斗才刚刚开始，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抽身而退？沈巍坚决反对，哪怕违抗命令他也要继续下去。然而沈巍不知道的是，佩德鲁这个人可一点也不简单。其实佩德鲁跟黑帮一直有所勾结，他的目的只是弄死波叔，让新安逸内部重新洗牌。这个目的现在已经达成了。既然沈巍不听话，还想继续乱来，那就没有留着他的必要了。佩德鲁暗中把沈巍是卧底的这个事情告诉了大嘴里，大嘴里想到了要怎么利用这个消息，他打算逮到沈巍，让沈巍供出自己是卧底。这样一来，不仅沈巍玩完，跟沈巍一条船的蒋女士也将在新安逸失去威望，大嘴里当上新安逸龙头的道路将畅通无阻。大嘴里计划先逮到马杰，以他做诱饵逼出沈巍。马杰可以说是沈巍在香港最亲的人了，无论经历什么都信任着沈巍。沈巍知道马杰其实没什么野心，只是想远离这些争端，跟心爱的女人找个小本生意做做，平凡的度过余生。但这样的生活不会到来了。当沈巍见到惨死的马杰的时候，情绪几乎崩溃，他又一次失去了可以视作家人的人。沈巍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被大嘴里的人绑了起来，他们折磨沈巍，逼他承认卧底身份。这个过程无比残酷，但沈巍没有一丝屈服。一路走来，他见证了太多重要之人的惨死，也经历了太多压力和痛苦。此时此刻，更是被逼入了九死一生的境地。即使如此，他仍然不觉得自己输了，他没有被击垮，仍然相信自己能活着出去，能找到大嘴里，并且结束他的罪恶。这般强大的意志力，必定需要一个坚定的信念来支撑。我想那个信念就是对恶势力的憎恨。在整个卧底行动中，不管沈巍把自己视作警察，还是视作心安逸的人，有一点是不变的，那就是他始终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。他想让恶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他走到这里，并且在绝境里重新站起来。这是从小就甚至在他内心里的信念，无论金钱还是美色都没法让他动摇。
再多的痛苦，在黑暗的梦魇也无法让他屈服。他从最开始就很清楚，当他回到香港的时候，他将把这座城市的病症连根拔除。原来在这场漩涡里，沈巍从始至终都没有迷失，解决了大嘴里，事情也告一段落了。沈巍将从帮派里消失，结束卧底生活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收到了蒋女士给他的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一个 U 盘，存放着佩德鲁杀死波叔的录像。原来佩德鲁警官跟波叔是老朋友了，他们勾结在一起，从彼此身上获利。佩德鲁获得了晋升，波叔获得了生意。这次佩德鲁要升职为国际刑警了，在离开之前，他打算斩草除根，抹除以前跟三合会勾结的痕迹，所以才要杀了波叔。如果把沈巍换成别人，可能佩德鲁的计划就得逞了。可惜他遇到了沈巍这么一个嫉恶如仇的人。蒋女士偏偏把这份重要的证据送到沈巍手里，说明她明显知道沈巍是个警察。那么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又是从谁的嘴里知道的呢？游戏的结尾，沈巍和邓警官约在外面见了一面，而蒋女士就在不远处看着。也许邓警官本身就是蒋女士安插进情书里的人，他也是个卧底。 Strange to say it after all that's happened. Hong Kong kind of feels like home. Yeah. But which Hong Kong?